本期视频这样自制雪白又细腻的猪油，它可以做桃酥、蛋黄酥，还有一些中式点心。这么简单，成本又低，并且呢耗时又短的猪油，你还不赶紧学起来？那选用猪油的时候呢，最好选用稍稍偏白一点的。如果是颜色呢会偏黄，那就证明这样的一个猪边油就不是特别的新鲜了。好，那这个时候从冰箱里拿出来，它会有一点偏硬，可以将它稍稍解冻一下，但是呢不能太过于软。那软的时候呢都会不好切啊，这只是可能每个人的处理习惯不一样。好，那现在把它稍稍洗一下，就可以给它切成小块状。现在多放一点热水，将切好的这个加进去，加点料酒进去，继续洗味儿。来呀，洗吧洗吧。现在呢，洗好了，再用清水过一遍。好，主要是把刚刚的一个料酒的味道给它过去。洗净过后呢，下锅，加一点水。这个是为了防止糊底，只需要加一点点，不要太多。花椒也是可以给它去腥的。OK， 那这个时候呢，开一个中火，然后直至这个煮沸。现在呢，底部已经沸腾了，咕噜咕噜了，那我们要稍稍翻动一下它，不然的话底部它会容易糊底，所以说翻动一下。现在的话，大家会发现颜色呢变了，并且你看，我们叫的油糟已经浮起来了，还要翻动一下，不然它会就是糊底。好，那这个时候可以去关一个小火了，不要开得太过于大，因为如果开太大的话，等会儿很快就熬过了。可以关一个小火。其实呢，猪油它没有太多的一个损耗，大家会发现，看好多好多的油。那又熬制了一会儿呢，大家会不会发现啊，这个有一点点像我们去火锅店点的那样的酥肉。其实呢，大家可以用这样的一个酥肉，去做一个重庆的名菜叫油糟白菜。那炒的时候直接把它加进去炒就可以了。如果大家再加热一会儿呢，也是可以的，只是说这个油糟就会稍稍偏干一点点，猪油可能颜色就会偏黄一些，没有那么的发白。现在呢，可以关火了，拿这样的一个勺，那这个勺的话不能有水，不然一下去就会噼里啪啦，非常的危险。好，那就把它捞起来，压一下，可以把里面的多的油给它压出来。那这一碗就是油糟，里边还有一点点油，可以把它这样沥出来。哎呀，掉下去。现在呢就放置了一会儿，然后用手触碰一下，看没有那么的烫手，就 OK 可以了。那滤的时候呢，其实大家可以用一个网或者是一个纱布，我的话就可能就只能用这个了。但是呢，你看非常的清澈见底。那冬天的话，我们可以将它就放一个常温，第二天你就会发现它就已经凝固了。而夏天的话，就需要将它放入到冰箱里面去做一个冷藏。醪糟的话，就给它打包起来，或者是放在碗里面，放进冰箱去做一个冷藏。那它的一个保质期是比较久的。如果大家想把它保质时间更长，那可以把它放入冰箱里面去做一个冷冻。这样的话，哪怕1年都是可以拿出来吃的。冬天做这个猪油的话，建议你们全部洗完过后，给它冲一壶开水。不然的话就会很容易凝固。这么贴心，大家给一个赞呗！今天试一试蛋黄酥。好，这个的话不仅可以做蛋黄酥，它还可以做像桃酥啊这些。那有时候你们拿来炒菜下面也是可以的。做好的一个猪油呢，咬起来是非常细腻，而且你看表面油光这样红。
那这样一个蛋黄酥呢，就是我们用猪油来做的，并且呢，它的味道是非常香的，而且我们在操作的时候呢，是非常好去开酥的。所以说呢，猪油其实非常简单，2下就可以制作好啦。